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的制造型脉动，我是工厂医生阿成。那我们呢，今天请到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凯群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的威利陈宇凡。大家好，我是凯群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的陈宇凡，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这边跟威廉分享我们在公司的一些组织架构，还有一些公司的变革以及最终有什么小建议可以提供给各位二代或是经营管理者上一些观念、一些看法。那我们就请威利这边来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然后顺便讲一下凯群资讯是一间什么样子的公司。好，大家好，我是凯群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的陈宇凡。我本身是念资讯相关的科系，在大学期间，然后也有到加拿大那边读 Computer Science 这个科系。为什么会选择资讯？是因为从小我们家本身就是软体公司嘛。那这样就小时候最有印象的就是半夜起来跟弟弟一起组装一台电脑，因为电脑都散的，所以我们就把电脑组装起来，然后玩，再把它拆回去。从那时候就开始对电脑有抱着很高的兴趣。是，对，但是那个是比较偏硬体的部分。对。然后后来慢慢接触电脑这个领域的时候，就觉得会写程式是一件很酷的事情。真的。所以立志就是从小就是想要当工程师。对，那在求学的过程中就一心一意想要往这个领域发展。那其实一开始还蛮挑战的，就是在学经历的过程中，因为共同科目还是要学嘛，所以对，不是说你想学程式就可以整个 full time 进到这个环境里面去学习这一块。对，那你怎么会想要去国外读 Computer Science 这样子的科系，而不是留在台湾？其实那时候也是别人建议啦，就是因为在台湾其实会比较制式的一个升学考试。对，一些那个我们所谓传统填鸭式的教育，5股8股，就是会有这样的压力，因为你其实进到大学，你去把大学4年的课纲摊开来，就是还是有共同科目嘛。对，尤其是资讯管理这一块，然后还是有很多商业的或者说中文、英文、数学那些都是必修科目。对，那当然，如果你到国外的话，他们其实就是去学习这个领域相关的内容会比较多。对，当然如果在国外比较挑战就是英文嘛。对，用英文去写程式，我觉得听起来就好难。然后我们自己用中文在做学习的时候，都觉得说，奇怪，都是中文，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看的每一个字拆开都看得懂，但拼起来都没有办法理解它的意思，更何况是要用英文来读这个学科。对，所以其实用原生的语言学其实更贴近，因为电脑本身就是英文组成的嘛，美国人发明的，所以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我觉得更原生去了解这个东西。当然挑战就是专有名词的英文，又是另一个进阶的要跨领域的部分。对，我们很常就是开玩笑说，以前数学学得不好，不是因为不会算，是因为中文看不懂题目。对，那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凯群资讯是一间什么样子的公司？公司已经有30年了。起初创立的时候是中部地区它没有一个绘图的软体，那我父亲他就从台北，他是毕业于台北工专，然后就带着这个技术到中部地区，然后开始发展。因为那时候中部是加工产业，他就带着这个绘图软体的技术，一间一间的去推广去卖，就发扬光大吧。后来就很多也不是绘图软体起家，那接着绘图软体的工具解决了，那企业主他们就会想要更完善的管理，然后才慢慢的把程式的模组延伸变成现行的 ERP 工厂管理的部分。是，其实软体它不是只是我把这个产品卖给你，对，它其实里面融合很多各家或者说不同的问题，一些 know how 都掺杂在这个软体里面。对，所以我们其实在销售无形的东西的时候，很容易就是会觉得我就看不到你买啥，为什么开遐贵？就是为什么会卖那么贵？但其实里面太多经验值是别人跌倒碰壁的经验
浓缩在这个产品里面，所以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时间，曾经踩过雷的地方，然后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写在我们的软体里面。对啊，所以后面使用这个软体的人，他只要就是付这一笔钱，就可以节省掉我们帮他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没有错，只是他可能没有太大的感觉啊，因为他会觉得说，我就是正常使用软体而已啊，有这么夸张吗？对，但是确实就是这个就是一间有历史的公司，他们从过去的绘图软体，然后延伸到现在套装型的 ERP， 去为比较否金属制造这一块的产业别去特定打造一个属于他们的工具管理工具。那这是我们公司在销售及服务的部分。是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的用心良苦啊，因为我们前面其实跟在我们其他的节目，不管在工业诊疗室也好，或是在工厂幼幼班里面也好，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各家不同 ERP 之间的一些优缺点的比较。那其实也有聊了一些里面功能模组的一些基础的介绍，或是说比较进阶的操作的功能。对，但是我们很罕见的能够有这个机会，我直接请 ERP 公司的那个2代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他们是怎么样去发展他们家的软体系统。我觉得今天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对，那好，我们现在了解，凯群是一间过去有就是发展绘图软体技术，然后到变成是一个就是 for 金属加工行业的 ERP 系统公司。那我们现在要来聊一聊就是企业2代的这个环节了。那我们想要来问一下威利，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回来接班，或是为什么想要就是参与家族的这个事业？其实那时候在毕业后，然后回到台湾，其实就是有找相关背景，但是就是觉得自己其实家里就本身做这一块了，为什么不先来试试看？对，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先进到这个公司，那也是从比较基础的职位开始做起。对，像是接电话的客服，或是业务端的销售，那我自己最大的兴趣还是研发的工程师嘛，以帮客人规划 solution 的辅导顾问，算小帮手吧，也不算是真的去落地去帮他们处理全套的解决方案。对，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就看见蛮多可以改善优化的地方。对，我觉得这是工程师的特质。对啊，就是我们看到问题就是想要解决啊。对。其实讲坦白的，我认为以我们自己工厂医生的精神来讲，我们是认为其实软体它就是主要它还是辅助，但重点是我们要去发掘，就今天以工厂管理来讲，它发生了什么样子的问题，那我们我们透过软体的力量，然后去把这个流程的问题给解决掉，然后我们可以制定出一个框架，让所有的使用者，他只要日后按照这个框架按部就班的去执行，他就不会再犯以前流程管理上面的问题。没错，一开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进到公司，然后学习，然后看到有改善的地方提出来，但我觉得并不会事情都照着你做嘛，因为你就新来的，为什么我没听你的？这其实是大家面临到的。对啊，我就按呢走，就会赚钱。你在度假来是要讲什么话，就会其实蛮常遇到这样的困境。我觉得年轻一辈，不管是企业2代回来接班，或者是甚至是就是你只是想要去这个行业上班的人的年轻人，我觉得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一定的，对啊，因为比如说可能里面的资深员工，他的年资可能就比你的年纪还要大了。没错，对啊，所以你很难去跟他去改变他的观念，对，很难用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件事情。然后虽然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很难让就是前辈他们去了解我们的想法，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我都这样做30-40年了，为什么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为什么我要就是照你的方式这样啊？你那么年轻，对吧？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是错在太年轻了。但我觉得不一定是前辈们，毕竟他们是带着过往成功的经验
来讲现在，但现在就是局势变化很快啊，你看 AI 啊，然后数位行销，就是各种，还有又经历过疫情这么多的转变，环境的改变，其实很多销售方式啊，跟过往都对啊，以往不同。没错，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也没有在拍影片，对，然后那时候连就是 FB 粉丝专业都还不太会用，没错，对，但是现在几乎什么都要做了，不得不要往前了。没错，所以我会回公司，然后遇到问题，然后提出来，然后被反驳、被打枪，那我会去思考说，那怎么样说话才有力道，怎么样证明才会有话语你是 OK 权的？对，这时候就会考虑到我是不是要做一些改变，或者说企业的转型。对，所以这时候就有去了解，我们是不是要把地端的产品放到云端上，对，或者说 AI 的工具有没有办法？AI 其实是后段的啦。我前期在做的就是把我们原本10几20年来的地端的产品放到我先部分开发到云端上面。对，那在组织研发团队都是新的嘛，那就是新成员跟旧成员会有一些需要磨合的地方 conflict， 对，需要调整，需要沟通，需要了解彼此的特性。我觉得最有印象的就是，新的工程师不一定工程师啊，对，新的工作者，对，超喜欢上班戴 AirPod，但其实你戴也不是说 AirPod，就是戴耳机去工作，他在专注在他的任务，但其实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人要，比如说前辈要跟他沟通，或是其他同事要跟他沟通的时候，他会变得我是不是要中断你正在执行的任务？是，对，那或者说有时候旧模式可能用喊一下，那个威廉帮我处理一下那个，那你又在戴耳机，那我怎么好像没办法跟你有很好的连结去沟通？所以我觉得新旧的这只是一个细节的部分，我把它提出来，这个转换我觉得也是很大的突破啊，就是新旧人员的一个共同工作的部分。是，对，其实我们也有一些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对，但是我自己会理解成就是我觉得戴耳机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反正就大家避免互相干扰嘛。没错。对，那我们做的转变就是我们会比较习惯就是用文字去沟通，是，即使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没错，我后来发现也是用这个方法。对，我后来发现，反正如果说我过去拍你一下，好像在你面前跟你就是挥个手，或是叫你一下，好像有点怪怪的。那不然我就在我们的工作群组里面，我直接 tag 你，然后看你会不会就是有看到这样的讯息。而且我觉得文字讯息有个好处啊，就是比起口头交办，因为口头交办有可能我们因为话讲出去之后没办法回放了，是。可是文字的话，我们发出去，对它第一个是有记录，第二个是它可以反复看这一则讯息，重新就是吸收了解之后，然后再回复主管说好，那我应该比如说我大概需要多久时间，那或者说我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后来觉得这个方式挺好的。对，所以刚刚提到就是转型的过程中，然后我组织了新的研发团队去进到这个公司里面，然后有一些新旧的交替。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很难得，因为像我自己最近也在扩增我的研发团队。对，但是因为我没有历史包袱了，对，但是你在就是组织这样子一个新的研发团队，然后跟就是原本就是既有的比较资深的同仁们，然后互相去这样磨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可以推行成功的部分。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遇过一些企业二代，他们可能就是他想要培养自己的人，或者是希望引进比较就是思考方式比较新颖的年轻员工，对，但是最后其实都不太容易找到人。是，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团队，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结果。那你在带领就是公司做转型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有啊，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嘛，如果你还没有在你没有在短时间内产出一定的绩效的话，就是说这个产品转完云端化，它有没有办法落地到这个市场去做销售，去做转换率？那其实这个专案这个项目就宣告 fail，因为它没办法变现，但你投进去的资金是
回不来的嘛。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经验啊。后来虽然这个产品最终没有成型，但是我把它局部的功能拿出来转，我还是有把它消化一些转换率回来。就是当我不要把整个产品移转过去，我是部分有用的功能移转的时候，是获得蛮多客户的好评。对，没错，就是说，原本我们有点像是要打造一个新的产品，对，一次到位，对，但是可能有就是最后是不好结果，但是我们也没有让过去累积的这些经验白费掉，我们把一些好用的就是不错的功能，另外抽出来去优化我们既有的系统，所以反而获得不错的成绩。对，口碑好评也是蛮多的，有不同家客户在询问，我觉得这就是契机啊，就是二代它转型嘛，第一端的产品虽然很好用，但是我就喜欢漂亮的 layout，我就喜欢在外面可以看我工厂内部的订单，或者说我现在工厂的生产进度，要跨平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其实我就是把那一段的生管的界面，抽出来，把整个产品的界面其中某个功能 function 抽出来，移到地端的这个产品，那就很多二代就买单啦。就其实就这一块就算是一个不错的契机，对，因为二代其实本身就已经是购买我们的产品了，对，所以他想要做额外的功能。那当我在跟他推广这样的功能的时候，他就蛮心动的，会有觉得这是新的一个管理方式。我不一定要人在工厂里面才能办公作业，我可以异地办公，我可以在跟其他家 case 谈的时候一样看到我目前现况的进度。甚至如果是以外销为主的话，他还可以就是在国外，对啊，在海外飞啊，在参展啊、拜访客户的过程当中，一样看得到现在工厂内部的状况。没错，所以这是我觉得虽然没有照我的蓝图整个产品移植到云端，但局部上的功能还是有达到相同的效果。因为我们想要转型，但其实还是以资金为考量，你要有那个周转金，加上你投下去的产业产品是可以转换成订单回来，对，你才有办法继续续航研发的钱嘛，这样子又可以把计划继续顺延下去，不然零产值的东西没有一个股东老板愿意打这种会吃亏的仗，对，所以我觉得也因为这样才会让我可以有一个契机继续开发下去，对，我觉得很难得，因为光是你刚刚在描述这一段，其实我就有发现，其实你对于这边的至少基础的财务概念是有的，因为有些二代为什么他会觉得他回去，其实在老一辈的管理者面前是比较没有话语权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去告诉他们，至少粗略估算一下，就是我今天做这一项投资，我想要开这个专案，我可能大概需要花多少钱？那我觉得市场在哪边？那可能有多少的市场份额？没错。那我多久可能可以回收这个开发的费用？对，我觉得一般我们这一辈就是年轻人，在不年轻了，对，不要这样，我们在工业这个领域还算年轻了。对，因为我们想要投入这份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去研究这个的回收率或者是投资报酬率的部分，其实讲真的很难说服就是前一代的这个管理者。没错，对，因为他们都很会算啊，他们之所以有办法历经风风雨雨，然后企业屹立了30-40年不倒，表示他们至少虽然不是顶尖，但是至少是都有一些基础的财务概念。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换成是钱的角度去跟他们说明，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应该真的都是会被否定居多了。对，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这个观念我觉得很棒，也可以就是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去了解，就是如果你在跟你的爸妈跟你的就是上一辈的管理者去聊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你遭受到比较大的就是阻力，那是不是可能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把这些你想要做的事情都换成是金钱，换成是数字，算给他们听，那也许可以有起到就是更大的说服力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你的子弹啊，要充备的够多，没错，你在推进你的项目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有力道。没错。那怎么样这个项目投下去又有
东西回来，其实不一定是物质上的钱回来了，是到底客户的感受，他到底有没有因为你这个产品或是服务，真实的被帮助到，有效的改善优化流程管理，有没有更省时省人的方式，也是我觉得那个大过于钱的成就感。对啊，其实就是把数据拿出来。是，除了算钱以外，当然我们也可以算效率啊，或是效能、时间啊，或是人力的部分。对，然后客户的好评的次数，没错，然后我们的客诉的次数是不是有降低？是，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做一些统计。然后我们把数据翻出来，那大家就知道哦，你做的努力，真的是有效果的。对，好，那我觉得今天也很开心可以跟威利聊这么多了。那我们最后呢，也来跟就是所有想要回来就是家里的公司接班的企业的第2代、第3代。我们来跟他讲一下，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讲，或是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或者是说就是可以就是教他们怎么样去避开一些坑啊的部分，这样子。我回来5、6年了，然后我会觉得先做再说，先观察，先了解这个公司的成员架构、组织，还有怎么样去跟每一个人有效的沟通。对，你先把桥搭好，因为有时候我们都，我在学校学了这么多，我在业界学了这么多，我想要把这些新的技术知识赶快放到我的企业端里面，放到我的公司里面。但其实我觉得那个太急了，太急的输出了。没错，但如果你先疏通每一个人员，他喜欢喝冰美式，他喜欢喝热拿铁，这么小细节的部分，我觉得还蛮关键的。就是有时候你要拜托人家做事嘛，我不一定说是工厂，或是现场，或是建筑产业，就是各行各业。如果你是先疏通你的沟通管道，其实你在推进你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很顺畅。对，但是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学了这么多，我就是要用，我就是要赶快落地去把我所学的转换成真正可以运用在企业当中。但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一定要好好的先观察，先学会做人。没错，先学会做人，先学会沟通。对，然后你在跟大家开会的时候，你可以先试水温，你可以先说，我最近，你可以用分享的方式说，我最近上了某些课，然后在周1或周5的会议的时候，分享一下自己的上课的心得，然后再做一些Google 的表单，因为你教嘛，你上课你想要有一些回馈，你可以说针对我的课程，针对我的分享，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实质上的建议，1到2个点就好。那你再采集这些，你收集到每个人的需求之后，你再去跟上面，然后不管是父母还是前面的管理者，再去讨论说，我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会有怎样的反馈？那我觉得这个运行的可能性是成功几率是几%，投报是多少？那我觉得会更有这个说服的力道，然后大家 run 起来。因为我已经有吸收你的 feedback 了，那我在做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有考量过每个人的感受，那这样推进的过程中是有效的，大大的可以把那个静摩擦力降低，那我们就推进整个项目，不一定是 ERP 啊，有一些是企业的理念的改革，现在有一些很多 AI 的工具，那你在推进的过程，我觉得会顺畅很多，你就不会一直好像想要干大事。有卡关，对，然后就很气馁啊，是不是不适合接班？我是不是去适合打工，当打工仔？对，这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的分享建议啊。对，我们今天也很感谢威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宝贵的经验，因为说实在，在公司有推行过一些改变，然后失败了之后，又能够把过去的这些养分，我重新再截取回来，然后运用到下一个专案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见的一个案例，因为通常很容易，比如说父母就是这样，比如说你曾经就是想干某件大事，然后捅了一个大篓子，然后他就可能会开始对你有一些不太信任的状况，对。但是你可以去克服这样的状况，然后并且在帮公司就是在带往另外一个新的高峰出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得，而且又可以把，就是因为讲坦白的，这么有就是资历的公司，
想要去接纳 AI、拥抱 AI，真的是蛮困难的。没错。但是在你的协助之下，可以让公司的同仁愿意接受去运用这些新的工具，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典范，对吧？今天这一节内容呢，也提供给各位想要就是推动新的做法，然后可能曾经过去有某些失败，但是你想要继续站起来的这个企业二代，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内容呢提供给你们参考。对，如果有兴趣的话呢，都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去讲说，你曾经想要推动什么样子的状况，然后呢，遇到一些不好的情形，那最终不管你结果是好是坏，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都会看每一则底下的留言，然后给你们一些回馈的部分。对，那今天我们这一集制造新脉动的内容，就先到这边，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拜拜。